菲律宾购买的美国二手 C130坠毁，死伤非常惨重，是飞机质量原因吗？菲律宾从美国购买的 C130坠机事件已经造成了53人死亡，现场非常惨烈。有人说美国二手飞机的质量不行，还有人认为是菲律宾飞行员的责任。到底谁才是事故的罪魁祸首呢？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啊。近期菲律宾从美国购买的这个 C130运输机其中的一架在飞行降落的时候呢，发生了重大事故机毁人亡，那么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菲律宾这一架飞机为什么会坠毁，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飞机关键是个二手货飞的这个时间太长了，已经30年了，到寿了，所以老旧了，所以不中用了所以容易发生事故。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这样的，因为 C130外号大力神，它实际上是一款很成熟的运输机，因为它呢是按照这个军用的机场或者是军事的用途来建造的。因为最初就是设计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柏林事件，就是还冷战的时候那个时期，二战结束以后嘛，苏联把这个西柏林给封锁了。那这样的话呢，它物资运不进去，美国呢就要运大量的物资进去，就需要一款这样的运输机。当时美国是这个连续不断的几个月的向里边运送物资要不然的话就被困死在里边了。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设计了 C130这样的运输机。这个运输机有4台发动机，当然是涡桨的就是我们讲的螺旋桨这样的发动机。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飞机的机翼叫上单翼，我们讲俗称就飞机翅膀嘛你看民航的飞机翅膀它是下单翼，就是在飞机机腹的下面那么这个军用飞机它通常是上单翼。为什么要上单翼呢？因为就是防止就是它在野外的机场条件差的时候呢，它和地面的距离要更大一些它是有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它是上单翼。它空中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什么东西人员还有油料或者弹药装备都不打满的时候呢，是34吨。在这种情况下30-40吨的情况下它对这个机场的跑道长度要多少呢？基本上480米或者500米就够了。空的500米，你想想很短这么一个距离就可以把飞机拉起来了。如果说搭载上人员、搭载上装备，比如说坦克装进去了，因为它是后边呢就是机尾把这个打开，有一个大宽的这个机门，可以把坦克装甲车开上去，它是这么一个设备。那么当你装上货了，那这个货它最大的起飞重量大约是70多吨。你看，比它空中的时候30多吨、34吨，大约就翻了一番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再给它480米或者500米的跑道就不够了，它就要1100米左右的跑道了这样它才能够从零，就是没有这个起飞的时候，到它达到一个起飞的这个速度这需要1000多米的跑道。那说这个菲律宾，他从美国买了二手货因为美国这个建造了大量的这样的就是运输机。这种运输机呢，因为可以当空中加油机使就是给其他的飞机、战斗机进行加油。还有一个呢，可以当预警机，可以当巡逻机，可以当这个运输的这种飞机，当然也可以作为民用。所以美国生产这种飞机很多，当用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30多年了，那么基本上快到售了，所以它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菲律宾。菲律宾当时是买了5架，那么其中的一架呢是运送了大量的人员，因为它这次就是运送了特种兵这个还有一些装备，特种装备所以呢它是在降落的时候，那这个降落就带来一个问题了，这个飞机跑道本来是够长的，有1600多米。按说呢，要民用的飞机可能降落呢有些困难一般要求2000多米甚至于3000米这样的长的跑道。那可是呢，它只有1600米。按说就是这样1600米的跑道是够 C130这个降落了。但是呢，我认为飞行员的技术可能出了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就是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没有降下来，还是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当它已经抵达跑道的
一端的时候，它的飞机还很高，这样的话它继续往前走，那你继续往前走，可能比如说这个几百米的距离，甚至于上千米的距离就出去了，1公里就出去了，那飞机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它再降下来才接触跑道，那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就剩几百米了啊，1600米跑道你就剩几百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飞行员可能就觉得飞机巨大的惯性啊是要往前冲的。这样往前冲呢，就可能要冲出跑道了。那这样的话，冲出跑道就不行了。可是你可以复飞啊，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觉得飞行员很有可能这时候产生了一个心理的矛盾，就是到底是复飞，还是死的，就是刹车，然后呢，把这个飞机的襟翼啊，本来是升起来的时候要这样，然后要是这个降落的时候呢，要把它这个襟翼抬起来，增加对飞机的压力、摩擦力。当然，起飞的时候，我们看那个飞机的襟翼伸出来这一块是这样的，是要给它增加升力的。所以这时候它有些矛盾，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结果呢，它又想停又想拉，这就矛盾了。因为你要停下来就要减速，你要把它拉起来就要加速。可是飞机的跑道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时候呢，飞机冲出了跑道，栽到树林里去了。因为在这个应该说几十年前吧，英国有一架同样的 C130C 型的运输机，也是在降落的时候啊，也是遇到了同样问题，就是冲出了跑道，一下栽到农田里边。真正啊，你要冲到农田里边，倒也没什么关系啊。可是呢，这个飞机呢，可能由于巨大的这个力量，不是跑到了农田里，它就可能要侧翻，可能要折断。这样的话，大量的燃油就会漏出来，再加上火星，那它就会爆炸起火。所以那架飞机呢，当时就爆炸起火了。那这个可以说机毁人亡，因为飞行员、这个机组人员都牺牲了。那这次呢，菲律宾这个飞机，也是发生了起火，但是呢，它的飞行人员就机组人员好像都被救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在靠前面，因为这个油箱啊。它主要是在就是机翼里边，飞机的翅膀里边，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折断了，然后露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发生了大火。那这样的话呢，它飞机里边搭载的这些特战队员啊，或者军事的人员就有48个人，可能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在降落的时候，由于降落在这个田间呐，或者树林里边，就把这个老百姓呢，捎带着，就是附带伤亡有几个人，所以它这个造成了起码有50个人的死亡，然后还有大量的人员受伤，所以它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出在飞机的老旧上，而是说你的飞行人员的，也就是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上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了可能是这样的事故。那么从这样的事故里边，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就是飞机要维护好，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好起飞降落的这种准备，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降落的时候跑道飞过了，你到底是降还是这个重新拉起来，一定要有个明确的，你不能矛盾心理，因为一矛盾，这样的话呢，就把时机给错过了，结果造成的这个结果就是机毁人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